装逼我让你飞起来！我靠了！我靠了！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，真的，我作为一个家乡人，我特别的自豪，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，特别感谢你们。打日本选手谁最狠？杨建平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扛把子选手，抗日奇侠的称号非常响亮，不仅将对手打得狗血淋头，能勒死就绝不轻易放过，常常因为打日本人太狠而被一些世界拳击赛事拉入黑名单。而日本人并没有就此放过杨建平，在一次采访中公然叫嚣杨建平。我听说中国有个叫中华虎的杨建平很是嚣张，杨建平你给我听好了，7号脖子准备好受死，不要把你从中华虎打成东亚病猫。狂，这家伙实在太狂了，此人名叫上山知晓，简直不将杨建平甚至中国选手放在眼里，大言不惭的叫嚣挑衅，可别到了擂台上全身上下就嘴最硬了吧。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中华虎杨建平，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。国歌响起，抗日时刻到来了。对视环节，日本人恨不得上前抱揍杨建平，等会有你好果子吃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杨建平上来就非常凶狠，根本就不打算跟对手玩虚的，对手不断的往后撤，后退中还有打击的动作，毕竟赛前叫嚣的那么凶狠，擂台上也是一定让杨建平压着打。杨建平则是不想跟对手拉扯，都是奔着 KO 对手的目的来的。这样的直接飞腿的，杨建平直接进入地面战，主动采取摔法，但是上山小的缠斗能力呢也是非常出色的。好，进入地面战。现在杨建平在上属于上位，想要去过腿，完全过腿，侧面压制。看看杨建平如何扩大自己的战果。上山知晓处于下位，这个时候上山知晓有3个逃离的方法，要不就是站出，要不然抱摔。杨建平又想要手臂十字固了想，你看没有？这个时候呢，杨建平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位。两人的首回合非常精彩，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的了。现在杨建平已经拿到了对手断头台的把位。杨建平在地面上的技术非常强悍，不仅是压制能力，还有抱摔能力也是一绝。日本人不断的挣扎，就是不想被杨建平快速将自己终结，要不然就太没面子了。比赛结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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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头成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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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头成功。这场比赛开局呢是非常的迅速，上山知晓呢是要先发制人，但是双方在缠斗的环节呢，还是杨建平以一记断头台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上山知晓，这才是中华虎杨建平一回合不到的时间断头成功，完成了自己赛前的承诺，说一回合将对手终结，就一定会将对手终结的。这场比赛还是在杨建平的家乡作战，在家人们的面前将日本人终结，没有比这更解气的了。对手身高臂展占据优势，也没有用武之地。比赛结束的还是在意料之中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精彩回放。机会来看到开局呢非常的快，双方在一轮的对拼，然后杨建平后手前击中上山知晓，随即那杨建平把上山知晓呢掀翻在地。双方在缠斗的过程当中，来看到这是最后的一个断头台，场裁们没发现，好，还是助理裁判先看着了。这场比赛是非常的精彩，随即断头台。这时候对手的手臂已经软了下来，这就是杨建平的实力，完成了打日本人的首杀。第二场，杨建平对战的是日本人谷山文龙，杨建平还是故技重施，直接下前抱摔，还是想地面上终结对手。这个选手是地面上的高手，杨建平在厮杀的过程中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防守。现在来看，两人僵持的确实比较一焦灼，最终日本人还是被杨建平按在身下了。地面战，对，好，这个杨建平呢抢到一个上位，对，目前是 knee on belly， 膝盖顶住对方的一个大腿，现在膝盖下来了，抢了一个有点南北位南北位，现在又在转换位置。那杨建平的膝盖始终去顶着这个对方的一个肚子，准备做这个逆霸，这个是对方喜欢做的逆霸。
没想到杨建平也会。这个攻击对方的一个膝盖啊，或加速没有成功。是。好，可以。杨建平侧空翻转变身位，这样的招式确实不多见。尽管日本人在地面上的优防守确实很强，杨建平也总有办法压制对手。不过下方的选手还是想控制杨建平，还想断头台杨建平呢。经过两人不断的转变身位，现在杨建平的头部被对手控制着，还是要尽快挣脱这个把位。虽然没有致命性的影响，但长时间下来也很影响呼吸，对杨建平非常不利。在挣扎的过程中，杨建平还有砸拳的动作，每一拳都是很有影响的。可以这个擒拿，也可以击打。对，其实古山维龙很可惜啊，他夹住之后可以做一个三角脚，但是他没有做哦。对，这个光纯粹的一个这样夹住是很容易被逃脱的。杨建平试着在击打他的头部，日本人的头部。对，在这个侧向控制的，就 second 做，就侧边的控制住对手。对，然后又来到几乎是南北位的位置。中棍格斗实际上是非常凶险的，不管你是否优势，随时也会陷入险境。对，在地上这样玩这种技术。杨建平翻转身位，拿到了上方骑乘位，将对手控制得很难受。这时候日本人就别想好过了，开始一拳拳的砸击对手。不过下方的选手挣扎太厉害了，杨建平一时间保持不住平衡，所以他也非常机智的转变身位，开始侧方压制对手，还是想裸脚降服日本人。你看到这个位置啊，侧向脚一跨，再另外一个脚出来，他脚没有过去，直接顶在这个背后，这个做法是可以的。那这一次啊是肩膀受到重创。十字固是可以攻击两个部位，通常是攻击这个手肘的部位，然后现在是因为让他这个肩膀的肌肉啊受到严重的拉扯。你看这回日本人不顽强了，直接拍了。这个没办法，不拍就断了。杨建平再次秒杀日本人，首回合终结对手。不得不说，这场面实在解气。打日本人还得看杨建平啊，不仅将日本人狠狠暴揍，还狠狠挫了他们的锐气。不过日本人更加的不服气杨建平，接下来这位日本人依旧来华挑战杨建平，发誓要为自己的师兄复仇。对手名叫孤山信，这场比赛依旧是在杨建平的家乡作战，这家伙的下场必然也不会轻松。这是杨建平的家乡。好，抱腿，来有没有一个摔法？直接过胸摔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在上位过胸摔，但是孤山信夹转了，翻转了，能不能？好，孤山信非常的熟练在地面，是对他现在夹住了杨建平的脖子，非常的紧，非常的紧。看看杨建平处在劣势，现在杨建平如何反过来？对，好拿背又反拿背，好，杨建平站起来了。杨建平再次拿到了裸脚的把位，想将对手直接终结。现在还是杨建平的优势，这个量级杨建平地面上的实力真是无人能比。对手是日本的空手道冠军，地面上也只有被压制的份。杨建平就是利用这一点，想在地面上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日本人慌不择路的不断挣扎，不过挣扎的越狠，杨建平压制的就越死。想挣脱这个把位那是不可能的，还有砸拳进行干扰。对，有没有？没到会被这个时候终结比赛的？现在还不对，这个孤山信还在挣扎，而且在翻转。对，十字固，好，准备十字固。现在这个准备十字固，这个杨建平准备十字固，有没有过来？不知道有没有？孤山信防住了，孤山信在防这个十字固。这个孤山信非常的顽强，孤山信又现在是反转站上位，孤山信的反转站上位，他现在杨建平的现在是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，现在能不能反过来？好，奋力的反过来对手像个待宰的羔羊一样，除了挣扎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反而是在挣扎的过程中消耗很多体能，现在就只能被动的挨打。现在中华虎完全齐成，就看会怎么降服对手了。手没有后背裸脚，但是是挂在了下半场，但是我们看不太清楚，到底有没有呢？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裸脚。好，已经有了，他赢了，杨建平赢了。杨建平，中华虎杨建平背身一记裸脚，获得了崑崙决轻量级洲际 MMA 的头衔，现在是崑崙决轻量级洲际王者冠。杨建平赢了，没有任何的意外，杨建平再次拿下日本人，一口气连斩3个小日子选手，抗日奇侠的称号坐实了。瞧不起中华虎就是这样的下场。大家觉得杨建平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这个时候是优势的，但是呢，过胸摔是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呢，后来也是被翻盘了，有2到3次，十字固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对，孤山信呢有非常这个技巧性的防守，看
这是没有出弹性，第二次的翻盘，完全解脱了。裸脚，这个裸脚，这个成。